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因为很多粉丝朋友想让我对比一下这两款蒸烤箱区别，所以我帮大家试用了一下，做了一些测试。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。左边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，我已经用了1年多，也是挺火的一款蒸烤箱，价格是1880。右边这个是同品牌新出的，据说增加了空气闸功能，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功能。目前的价格是2580，价格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大家可能想看看右边这个是不是值得让你多花700块钱。首先可以看出来外形其实有挺大区别，颜值就看自己的喜好。体积右边这个 K9 其实比左边这个 K6 要大挺多的，容量是只大了2升。然后 K9 是金属外壳， K6 是类似于塑料外壳。使用中最直接的感受是烘烤过程中 K6 的外壳更隔热， K9 就比较烫手一点。在易清洁方面， K9 是陶瓷釉内胆，包括烤盘蒸盘也是相对来说更好清洁一点。 K6 是全不锈钢内胆，烤盘也是全不锈钢的，其实不锈钢的也是可以清洁干净的，就是需要一些技巧，方法之前也都跟大家分享过。上下烤管两个都是可以翻转的，这样也是更方便清洁，基本没有什么死角。两个在外面都设置了可移除接水盒，这样在蒸完后可以把水掸到这里，然后再把这个接水盒拿去清洗掉。K9 还在这里增加了一个漏水阀，这样在长时间纯蒸后，只要把这个阀拿掉，就能让大部分水流下去，流到这个接水盒，这样清理起来就更方便一些。然后我们来逐一看一下功能。上面这几个其实2个机器都是有的，就是内置菜单 K9 更多，有100道都贴在这里， K6 就少一点，只有40道，但这1年多来其实我1道都没用过，所以就看这个功能对你来说重不重要了。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纯蒸功能，虽然都是纯蒸，但其实还是有区别的。首先是水箱， K9 的水箱在里面，如果在使用过程中缺水，需要打开门，水箱容量是 1.2 升。 K6 水箱是在底部，在蒸的过程中不用开门就能加水，水箱容量是900毫升。它们的温度范围和时间也有差别，具体我打屏幕上了。蒸汽功率也差不多，光看数据真的看不出太多，所以我来对比测试了一下。这次我学聪明了，首先来对比蒸等量的水，看一下相同时间下哪边升温更快。两边都放大概300毫升的常温水，首先都设置了纯蒸100度10分钟，10分钟后 K6 水温80多度， K9 只到60多度。考虑到 K9 有120度的选项，我又重新换了新的水，设置了纯蒸120度10分钟，这回水温也只到70多度，所以短时间纯蒸的话 K9 还是会慢一点的。但是这个问题倒也容易解决，加长几分钟就可以了。为了验证这点，我试了纯蒸模式100度13分钟，也就是比 K6 多3分钟，水温就达到80多度了。不过长时间蒸煮的话，也有可能 K9 的120度纯蒸能比 K6 的100度更快一些。然后我又试了大家很关心的蒸包子会不会发干问题。这次从发酵功能的对比开始，首先分别放2个包子到各自里面发酵，结果发酵效果是有很大区别的。K6 发出来的包子表面很湿润， K9 发酵出来的包子表面干干的。原因是 K6 是用低温蒸汽发酵， K9 是用烤管加热的方式发酵，然后分别把它们自己发酵好的包子放进去纯蒸，结果出来的包子效果差别还是挺大的。K6 是比较正常的，像蒸锅蒸出来的包子，各方面都挺好。K9 的却表皮比较干，特别是底部明显干硬，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发酵上面。所以我又试了第2波，这回我把4个包子都用 K6 同时发酵好，再分别放到2个蒸烤箱里面纯蒸。这回 K9 也正常了，2个蒸烤箱蒸出来的包子基本一致，效果还是挺好的。所以说相同的机器，方法很重要。当然也可以看出 K9 的这个发酵功能可能不是很适合用来发酵包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改进方法。最后我还分别空蒸了20分钟来观察它们的水汽滴落情况，结果是2个都不会滴落到盘子里的。至于底部存水的问题，
K6会更多一点， K9 底部还是挺少的。第二个来重点比较的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空气闸功能。K6 的热风烤其实也算是空气闸的，但是 K9 分别设置了热风烤和空气闸，所以它们都有些什么区别呢？我烤了鸡排，炸了花生薯条，从薯条上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区别。两边等量的半成品薯条，热风烤15分钟后， K6 已经基本接近市售薯条了， K9 还是软软嫩嫩的，烤了将近20分钟后才跟 K6 比较接近。那就来看下 K9 的空气闸，也是等量薯条，预热好后设置了200度15分钟，这次确实没让人失望，相同时间出来的效果比 K6 的更老，几乎每一条都很酥脆。总结来说， K9 的空气闸确实要比 K6 快一些，因为它的空气闸是在背部热风烤的基础上增加了上下管同时加热，所以速度相对更快一点。好了，其他的一些功能两者其实大同小异，蒸汽烤功能两个都是有的，然后都是可以上下独立控温的，上烤下烤两个都是有的。但是因为这个就算同一品牌不同烤箱之间温度也有差异，所以很难去对比，大家可以自己后期根据自己烤箱的情况去调整。解冻功能 K6 上面是没有的，大家可以用发酵功能去代替。保温 K6 上面也没有，但也可以用纯蒸60度去保温。抑菌 K6 也可以用纯蒸去代替。除垢 K6 也可以加白醋或者柠檬酸来纯蒸，但是我看了一下说明书， K9 的预设程序是分步骤的，可能更彻底一些。总的来说，这些辅助功能差别不大，最主要是 K9 把它们都标出来了，用起来更简单明了一些。我来总结一下，其实一圈对比下来，我觉得功能上的差别是有的，但除了发酵功能以外，其他功能差别不是特别大，更多的可能是外观材质还有使用体验细节上的区别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近我家的厨下净水机坏了，就像这样，即使没有用它也会嘎嘎嘎的响，特别吵。然后问了一下更换滤芯的成本加上维修费，差不多够我买1个星期了，所以想想还是给它换了。实在是太吵了，所以我最近平时都是给它关掉的，没有净水机的日子实在是太难受了，关掉。现在新机已经到了，而且我已经联系师傅上门安装了。在此之前，我想先测一下旧机的效果，等一下好跟这个新机做一个对比，测试一下它的出水速度。我准备是15秒，看一下它能出多少的水。因为我这个有点坏了，所以一开始它会往外喷。好，333克，对，就是毫升。差不多6的样子。就停留在6吧。好的。现在原始的是51。因为我们家全屋前面还放了一个净水装置的，所以这个值其实还好，49、50左右啊，就是没加这个厨下净水器的状态。好啦，现在就等师傅上门安装。这是检查什么东西啊？密封圈啊，看一下有没漏是吧？对啊，有没有少啊？1分钟2.6是什么？出水量吗？升啊。你那个应该没那么大。对的。我那个比较慢。好了，那现在就已经装好了。因为之前有很多网友问我净水机应该怎么选，这次我做足功课了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，净水机最重要的肯定是净化效果怎么样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TDS 值，这个水龙头是会直接显示进出水的 TDS 值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进水的 TDS， 前几秒它会显示这个，然后再显示出水的，就是净化好后的 TDS， 还有滤芯状态都是会显示的。简单理解就是这个值越低，表示水越纯。像这样可以实时看到这个出水还有滤芯状态，这样我们喝起来会更放心一点。现在水龙头显示的是3啊，然后笔测出来也是3，这个数值还是准的。大家都知道净水机最关键的还是它的滤芯，
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滤芯。这台净水器滤芯一共是2个，第一个是3合1复合滤芯，就像这里标的 PP 棉加活性炭加 PP 折纸，简单理解就是过滤一些相对较大颗粒杂质，去除水的余氯和异味的，是一个粗过滤的过程。像这个滤芯比较特别，是透明外壳，这样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净化效果。最核心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RO 反渗透滤芯，目前市面上的净水机只有 RO 反渗透净水机出来的水才可以直饮，所以这个滤芯的质量直接影响净化效果和寿命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靠谱一些的品牌。像我这台机器用的就是进口的陶氏 RO 膜，相信但凡对净水机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。好的 RO 膜滤芯使用时间更长，净化效果会更稳定。第二个要考虑的是出水速度，现在我们来测一下，出水太慢的话，喝杯水可能都要等老半天了，所以在相同净化效果下，肯定是越快越好。这个出水速度确实比我之前的快很多，因为我这个是1000G 大通量的，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从这个参数去考虑出水速度。第3个当然也要看看后期更换滤芯需要多少费用，太贵的话我们就要考虑矿泉水了，这个大家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咨询一下客服。以我这个为例，我算了一下，平均每升纯水的滤芯费用只要大概 0.17 元，而我们平时买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要4块钱，所以还是挺便宜的。还有个我们可能也会关心的问题是 RO 反渗透净水器是会产生废水的，为了避免浪费，相同条件下废水率肯定越低越好。像我这台机器是会在2:1到4:1之间，根据原水的 TDS 情况来智能调节的。好啦，以上是我的一些选购净水器的小心得，供大家参考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